慢着，二位公子正是年轻气盛、朝气蓬勃之时，琼婉甚是喜欢。你们之间的比试，不如由我做一个见证，如何？姑娘是问剑商盟的盟主，这城中几乎所有的药材资源都由琼婉姑娘掌管。没想到是琼婉姑娘，听家父提及多次，今日一见，竟然是这么一位绝美的姑娘。公子可真会夸人。既然你们想要比试，那便随我到里屋吧。二位里面请。规则我定，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的时间内炼制一份凡阶一重的美颜丹，谁炼出来的品质高，谁便获胜。我在丹野子大师手下学习的时候，就经常炼制这凡阶一重的美颜丹售卖给女子。我炼制出的最好品质，可足足达到了4成。秦南，你输定了。炼丹一途，要采集各种药材，足以丹鼎炼制。而这炼制的过程中，药力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，绝大多数的炼丹师都只能保留1-2成的药力，而啸天公子竟然能炼出4成药力的丹，不愧是丹野子大师的弟子。多说无益，赶紧开始。那便开始吧。修罗血脉中铭刻的炼丹法，我昨天就已经看得口瓜烂熟了，现在终于要开始第1次炼丹了。内气牛火，剑淬成丹。哼，废物！你连丹都炼不成，这么珍贵的药材都被你炼成了渣。废物！你输定了。都变成药渣。果然，失误了一点点，就会毁掉全部药材。看来下一次要认真起来了。这人心性还是太年轻了些，明明不会炼丹，却还要逞强和林公子作赌，等下怕是会输得十分的惨。秦公子不必着急，小女子这儿还有很多药材，而且时辰尚预，秦公子可以选择再试试。多谢盟主好意。林啸天，既然你喜欢赌，那我秦南今天便陪你好好玩一玩。要赌便赌大一点，不如在这原有的赌约之上，再加各自单修如何？好，我就喜欢你秦南不自量力又喜欢玩命的风格。既然你想玩大的，那我便奉陪到底，单修就单修，谁今天要是输了，全部都得交代在这儿。秦南，你此时肯定心虚得很，以为这样加大赌注就能吓退我。哼！二位公子既然有这么好的兴致，不如琼婉也玩上一玩。哦，不知琼婉姑娘想怎么玩？去把那2件宝贝拿出来。是。盟主请看，凡阶5重百炼鼎，可同时炼制5至10枚丹药，价值很高。凡阶5重纳戒，戒子纳须弥，此戒指可存储随身物品，内有10方空间。这一尊百炼鼎，在这问剑城中，怕是再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鼎了。而这1枚纳戒，可存储随身物品，也是极为方便。谁要是赢了，这2件宝物我就送给谁，而输的那一方要赔我50万两白银。低阶的炼鼎，一次只能炼1枚丹药，耗时耗力；而这凡阶5重的百炼鼎，竟然能同时炼制5至10枚。若是我能得到了它，定能大大增加我炼丹的效率。纳戒，据说是实力极强的工匠，徒手开辟一处空间赋予戒指中，而仅1枚戒指的打造，就要耗费1个工匠数月的时间，其价值远远超过了50万两白银。相比起来，甚至说是白送都不为过。哈哈哈！琼婉姑娘既然如此大方，等我林啸天赢了，就笑纳了。哼，话不要说的这么满，不然等下要是你输了，脸上怕是会很难看。开始吧。成了，起丹！
4成品质的美颜丹，这是我超常发挥练得最好的一次，你如何能赢我？秦南，你输定了。还真是4成品质的美颜丹，林公子果然是10品炼丹师。那是自然，琼婉姑娘要是喜欢这美颜丹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再帮你练一些。丹成，成了，9成品质。9成品质，哼！丹药的品质中，1到3成为下品，4到6成为上品，7到9成为极品。炼丹大师平常都只能炼出上品丹，这个人连炼丹师都不是，怎么可能炼出极品丹？真是笑话！竟然真是9成极品的美颜丹！据传言，极品的丹药中会有丹芒外显。哪怕是再老练的炼丹师，炼出如此高品质的丹也是十分艰难的。这秦南莫不是一个炼丹天才？老子不信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从小学习炼丹，又被丹椰子大师收为弟子，现如今只能炼出4成品质的丹，而你这个废物连炼丹师都不是，怎么可能炼出9成丹？你必定是作弊！哼，白痴！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既然你不信，那我便再练一次，让你心服口服。刚才我在炼丹的过程中，对火候的把握还不是很完美，如果再试一次，一定能做得更好。时间还剩下1/3，刚才练的丹还有些许瑕疵，我想再练一次，不知琼婉姑娘介不介意？自然是可以，药材你随意用，免费。肯定是作弊，肯定是作弊，9成绝不可能。经过前2次的试炼，这美颜丹的药材分量、内劲把握、火候控制，我已烂熟于心。这次可以更快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云火鱼掌，青翠成丹，丹成。闪开，让我看你的。10成品质。师父曾经和我说过，言儿，炼丹一道，追求的是药材、药鼎、控火等各方面的极致。然而最难的，便也是做到极致。这世上众多强大的炼丹师，终其一生，最高也只能炼出9成品质的丹，而真正能炼出10成丹的人，是炼丹界的天才。完美的丹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技不如人呐，秦南，是我说了。哼，想不到你还挺有觉悟啊！认输可以，钱留下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多谢秦公子，不愧是曾经大研郡第1天才，啸天确实是心服。我个屁！被老大废去修为，就摇身一变变成炼丹天才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超过我？给我死！